冬天已至，你的手准备好了吗？大家好，其实这周本来想做冬季购物分享的，但我思虑过后还是觉得这一期的内容比较重要，所以先来分享我最近用过的手部护理产品。我会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片尾还有彩蛋，请不要错过。开始之前，请动动你的小手，让点赞成为一种习惯，好吗？谢谢。OK， 第一款是 Vaseline 凡士林的 Advanced Repair Hand Cream， 这款我当时其实是为了免运费凑单加购的，价格非常便宜，所以基本上是没有抱任何期待的。但是它有一点颠覆到我的消费观，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含芳香剂，没有味道。这个是 Vaseline Jelly， 它的质感真的就像 Jelly，非常的轻柔，薄薄的，很容易吸收，一点都不油腻。擦完之后是非常 soft 的，非常舒服，感觉水分进入了皮肤里面，皮肤是很蓬的感觉，滋润度也很高，很持久。它就是很简单的做到了他说的 Heals and relieves dry skin without feeling greasy， 它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它的功能。我最初用它的时候呢，右手有一点点 eczema， 它很大程度的缓解了那个症状。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和惊喜，所以它对敏感肌是 OK 的，性价比简直爆表。护肤品类我就没有用过性价比这么高的产品，所以这一款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第二款是来自 Aveeno 的 Skin Relief Moisturizing Hand Cream，它的质感其实比 Vaseline 那款更加 jelly 一点，很像啫喱，非常非常容易推开和吸收，也是同样的，一点都不油腻。它含有3重燕麦提取物和乳木果油，燕麦呢具有天然的保湿和抗氧化功效，而且非常安全，不容易过敏。Shea Butter 就更不用说了，滋润效果一流，安全系数也很高，也是敏感肌友好。我的右手在用它之后也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这里写的是 unscented， 但其实它有一点点味道，有点像杏仁味，应该是成分的自然味道。虽然它的价格比 Vaseline 要高一点点，但依然非常划算和良心，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产品，我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两款的滋润度我都给了2颗星，只是因为它们相较于今天分享的另外2款来说没有那么强，但日常维护双手是完全够的。第3款是来自 CeraVe 的 Reparative Hand Cream， 它很神奇啊，质感不厚重，但是特别的滋润，所以我每次只擦一点点，太多的话呢就会也不是很油腻，就是太滋润了，吸收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一个点特别有意思， Vaseline 这款写的是适合 dry skin， Aveeno 写的是 very dry hands， CeraVe 写的是 extremely dry rough hands。 这俩其实差不多，但这个确实会更滋润，我会推荐给非常干燥的手。它这里有写 accepted by National Eczema Association， 然后背面也有写 The US National Eczema Acceptance Seal identifies products that are suitable for eczema or sensitive skin。 敏感肌的话我认可，但是这个 eczema 的话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右手上的 eczema 有一点点发痒和泛红，但后来又没有这个情况了，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它导致的，我现在还没有验证出来，所以先存个疑。即便是没有加重的话，最起码也是没有减轻这个状况的，所以这一方面我先对它持保留态度。这2个是特别好的，有明显帮助我减缓，所以如果你有 eczema 的话，我还是建议选这2个。但如果你没有 eczema 的话，那这个是完全 OK 的。它的能量很足，很厚实，持久性特别好，特别适合手部极其干燥的状况。如果不是很干呢，就不要用太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OK。 第4款是 Vanicream， 它是可以用在脸部、手部和全身的 cream， 但我目前只是用来擦手和胳膊，没有在脸上用过。这个是比较浓稠的质地，很厚重，比较难推，
就是这样的时候会感觉到有较大的摩擦感，黏黏的，保湿度非常高，刚擦拭过后会觉得有点油，过个10分钟15分钟左右之后才会变得好一点，持久度很好，所以就是刚擦上去的时候比较痛苦。它的成分非常简单有效，不含颜料，不含香精，完全没有味道，不含羊毛脂，羊毛脂也叫绵羊油，通常来说有比较好的保湿和滋润效果，但是它是一种致敏成分，可能会引起皮疹和红肿，所以敏感肌和有湿疹的皮肤需要注意避免这个成分。这一款呢，它是不含绵羊油的，它也不含 parabens， 也就是防腐剂，这个呢是甲醛释放体，而甲醛是高度致敏源，所以这款的成分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对敏感肌很友好。那这里也有写 for sensitive skin。 我很喜欢他们这句话， The most important ingredient is trust， 最重要的成分是信任。那成分安全就是它最大的优点，不含一些对皮肤不好的化学成分。这里还有写它不会阻塞毛孔， Ideal for the entire family， 全家老少都可以用。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大家庭，或者时常有客人来访的话，我觉得备一瓶这个在洗手间会很方便，所有人都可以用，安全又有效，而且它真的很大一瓶，可以用很久。我一定要夸一下这个包装，它是一个大口径的罐子，但是呢它有按压泵。相较于这种的包装，在家里的时候我更喜欢用这种按压的。这个按压头呢，它还超级好用，它很长又很灵敏，即便我离得很远，也只需要轻轻一按就能按出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呢，这个盖子是可以拧下来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里面的东西一滴都不会浪费，你可以轻易的把手放进去，把每一滴都取出来。像那种平常的按压瓶，瓶口是很小的，用到最后就很痛苦，最里面的那些很难弄出来。那这个真的就是集按压瓶和罐子的优点于一身，就是完美，而且质量很好。你听，特别扎实，我可太喜欢这个包装了，这个用完了我也得留着这个罐子。综合来说，这几款都挺好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轻薄一些的质地，但如果你喜欢厚重的特别滋润的，那就选这两个。这几个是同一时间到货和开始试用的，这俩是我用的最多。我本以为他们俩的使用量应该相当，但今天才发现 Aveeno 已经基本用光了，瓦斯利还有1/3，所以我还是不由自主的更多的选用了 Aveeno。 所以如果一定要我选一个最喜欢的，那就是用事实说话了。最后的彩蛋呢，是2个足部护理的产品。第一款是 CeraVe 的 SA Renewing Foot Cream for Extremely Dry Rough Bumpy Skin， 它含有3种 Ceramide、水杨酸和乳酸胺，都是保湿、滋润、改善干燥的成分。它的质地有一点点类似厚重的凝胶，非常容易推开和涂抹，特别的滋润，用完脚上的皮肤有很明显的嫩滑的效果。我发现一个小窍门，就是擦这种特别滋润的护手霜和护脚霜的时候，一开始先取一点点就好，先薄薄的来一层，让它先吸收一下，这样呢不会直接给皮肤带来太大的负担。如果觉得不够呢，就再多擦一些，少量多次，这样比较容易吸收，不会有那么重的油腻感。第二款是欧舒丹的乳木果润足霜，也是富含乳木果油，但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滋润的同时并不厚重，非常容易推开和吸收，有轻轻的薰衣草味。其实我并不是薰衣草味的爱好者，但是这个味道我可以接受，而且还挺喜欢的。这个很神奇的，我发现它可以缓解脚部的疲劳，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反正就是如果我出去走了一整天，或者在旅行的时候，如果晚上睡前用了它，第二天起来脚部的疲劳感几乎一扫而空，用和不用的区别还挺大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全是心理作用，应该多少有这方面的功效，大家也可以测试一下。
不瞒你说，这款欧舒丹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都还没用完，因为总想不起来用，只有特别干燥和特别疲劳的时候才会想到它。但它的品质到现在依然都是很好的。其实秋冬季是很适合护理脚部的时间，尤其是如果你的脚踝和脚跟的皮肤特别容易干燥的话，也不一定每天用，每隔2-3天用一次就挺好的。我现在也是督促自己做好平时的护理，别等到穿凉鞋的时候徒伤悲。这2款相比较的话，其实都挺好的，主要区别就是 CeraVe 特别滋润，有一点点油的质感，和它的护手霜一样，适合非常干的皮肤，它没有味道。欧舒丹也很保湿，但是要清爽很多，有香味，可以缓解疲劳，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肤质来进行判断和挑选。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希望能起到一点参考作用。手脚连心，都要好好的。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帮我点赞、订阅，谢谢。我们下期见，拜拜。